宋代的到了北宋最后一位就是宋徽宗。这个宋代的情形是这样，他们的边患本来是辽，那么他不能够去面对辽，去联络这个辽的后面的金人然后和金人联络了，把辽灭亡了。辽灭亡了，金人南下了没有想到他去掉一个敌人，又来一个新的敌人。那么最后的这位皇帝，北宋的最后这位就宋徽宗赵佶，他是神宗的第11个儿子，人不知道他做皇帝的，所以他根本也没想到要做皇帝。他是个艺术家他会踢球，当然那个球不是像现在那么样子弹性大的它是一个圆形的球，那么稍微有一点弹性所以讲踢球要讲究姿态是美妙没像现在这个踢球的是那样子激烈。他踢球，然后大家一听起是高俅，最后专有名的高俅这个高俅据说他根本不是什么高俅，因为他踢球很会踢，所以球艺很高，顾名思义高俅也他是一个学士家里的佣人，奉命送东西送到徽宗这里来，正好徽宗在踢球，也那么巧，那个球就落在这个高俅的面前，高俅就踢了一脚，哇，这一脚踢得好姿态很美妙，所以徽宗一看，很喜欢他就把他留下来了留下来后来帮助徽宗。徽宗做皇帝，他做了太尉、国防部部长，一个会踢球的明星，好像跟国防部没什么大关系吧？怎么得了？那用人又成这个样子他用的蔡京、童贯、高俅都是小人，然后他自己是艺术家玩乐，整天玩乐，然后他是干嘛？他写字他的书法叫做瘦金体我们现在看他的瘦金体一个一个像火柴棒一样的也不觉得是什么高明可是很有名然后很妙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首都在汴京，就现在的这个人汴京，当然北方的比不上我们南方的那个山水的秀丽居然皇帝会把江南的非常漂亮的、非常美的这个自然，当然像那个山，你总不可能把山移到北方来嘛，对不对？把山移到汴京来就办不到嘛，他尽量想办法把这个南方的秀丽的山秀丽的自然搬到这个汴京来，这叫做花石纲供他欣赏真是奢侈真是这个劳民伤财那个花石纲没想到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把江南的大片的秀丽的风景移到这个汴京来太过分了。等到后来战争一起，金兵南下，老百姓恨死了然后就冲进去把它统统破坏掉。金兵南下居然这个守城还有宗教的团体在那里做法事，你神经病，马上打仗了是不是？你搞什么鬼？原来是汉奸这一看有机会了，城门一开，敌人进来了，这个开门易道，真招